奈良的古风与历史远不只体现在东大寺附近，而是四散在城市的角角落落。我承认东大寺给我的观感很震撼，然而就个人而言，如果奈良只能去一个地方，我会选择法隆寺。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，没有之一。这个称号足够炫目，江湖地位则不言自明。游客耳熟能详的清水寺、金阁寺等京都的寺庙被打包成了一个世界遗产，登录进了名录。相比之下，法隆寺厉害的地方在于一个寺庙即一个世界文化遗产。我心想，这得是什么不得了的寺庙啊！1300多年前的木造建筑物真的能安然无恙地保留至今吗？它有清水寺充满文学色彩的舞台吗？有银阁寺的庭院山水吗？好像并没有吧。所以老实讲，多年前第一次拜访法隆寺的时候，我是怀着半信半疑并有点评头论足的心态去的。也许是因为远离市中心，只有零零散散的游人，寺庙显得异常冷清。四开间的寺门古朴又不失庄重，竖立在左右的金刚力士像睁眼鼓鼻，体魄健壮，神态威严，目送着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踏进山门。穿行在寺院里，沙砾铺就的步道带着些许日本禅宗文化的印记，更加衬托出了佛门的清净。聆听着法隆寺的钟声，继续循声而入，随后目光就专注在眼前这座五重塔建筑上了。方形的屋檐出檐，从底层到顶层呈依次递减的状态，给人一种轻忽飘逸的飞翔姿势。塔顶处转换成浑圆的塔刹，高耸入云，与柔和的屋檐轮廓线构成了一幅古朴雄浑的美图，俨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鸟。整个建筑在浑厚雄大的唐风中，又隐含着纤细优美的贵族化风格，印证了全盘向大唐学习，脱胎于大唐，而又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。保存至今已整整1300多个年头的法隆寺，能够躲过历史长河中的重重灾祸，实在是超出想象的幸运。在日出日落的时光轮回中，时间带走了可以带走的一切，而法隆寺却没有败给时间，这着实是奇迹中的奇迹。玄奘西行的故事家喻户晓，还成就了4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。而东渡的鉴真，他的故事就鲜为人知，翻开史书只有寥寥几笔，却在异国他乡成就了无上荣耀。日本称他为文化之父、律宗之祖。鉴真和尚在经历了5次东渡失败后，依旧本愿不退，坚守初心，坚毅似乎印刻在他的骨子里。在第6次尝试后，终于成功地到达日本，传播佛法，并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。寺内松木苍翠，庭院幽静，殿宇重重，眼前的一砖一瓦，一花一草，静穆无语，却无一不闪耀着信仰的力量与光辉。僧人们也依旧遵循着1000年前鉴真定下的戒律，不断修行。曾几何时，神职者是文化、思想、艺术的传播者和守护者。无论是对佛教文献经典的保存，还是对造像以及建筑的古法传承，日本的和尚以近乎固执的状态，千年来
一直守护着文化的原貌，并积累着时代的新鲜血液，不断前行。他们的寺庙没有烟熏火燎，没有惊鸿胜景，香火不在寺前的香炉里，而是在负重前行、一丝不苟的精神里。有人收集古玩，有人探访古迹，有人效法古人。仿佛古是一剂能够让人心神安定的良药，是一处能够使人躲避当代社会压力的温柔乡。唐招提寺虽然古意十足，却并不是文艺青年打卡的网红景点，它是1200年间人们坚守初心、严于律己的象征。站在活生生的历史面前，我们的欲望变得如此渺小，似乎每个人天生都能认清一些人生中原本就存在的戒律。我们有时称之为规矩，有时称之为道德。伴随着这种敬畏之心，我们会在犯错时自责，会在坚守后欣慰。人生或许就是一场唐招提寺式的修行。所以若迷失了方向，不妨来唐招提寺找一找，因为我们共同的初心，没准儿就在这里的某个角落，被静静地珍藏了1200年。漫步在奈良的街道上，已是初秋，远远的就能看到坐落在街尽头红红绿绿的小山和庙宇。小城不大，建筑朴素平凡，越往古区走，便越能觉察到奈良千年历史的痕迹。其中奈良町大概是整个城市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了。在这只容一车驶过的老街上，触目所及尽是日本人家的住房和庭院。这些江户时代留下的木结构日式房屋里，也隐藏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美食和再难寻到的手工小店。除了传统老铺，小城亦不乏历史空间下的推陈出新，因而也催生出了许多文创产物。曲曲折折的小巷窄弄，古风中满溢着十足的人情味儿和烟火气息。有人在这里吃到了最 Q 弹软糯的中古糖麻薯，有人品尝到了最质朴的事业寿司，也还有人误打误撞地遇到了原则吃。一池湖水随微风荡漾，远处静默着五重古塔，身后的古老民居笑眯眯地讲述着悠远的故事。这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一个是刻意寻找，全都是最完美的不期而遇。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背诵唐诗宋词，各个朝代的故事文化都有涉猎，但到了真的想要欣赏大唐古迹的时候，已经难觅其踪。反倒是这个提起历史便充满恨的国家，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惊喜，在这一点上令人倍感遗憾。自觉奈良是一面古镜，镜中既是他乡，又若往年。隋唐的气氛在异乡得到了保存与延续。这是一座幸运之城，虽苍老却迷人，石质却生动，木构却从地面生长到天际。同时，这也是一座神明偏爱之城，连时间都爱这座城的纯美，而选择了停留。虽然在这里
时间从来不说话，却默默地镌刻在了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建筑里。这座平城京有上千年的故事想要讲述，我们一定要用心才能听到，然后用一生去收藏这份古老与温柔。